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最近，新加坡成立了2个全新的世界级医疗平台：全球综合医疗保健中心 （Center for Global Allied Health） 和全球药剂中心 （Center for Global Pharmacy）。听起来像是医院扩张或人才培训，远远不止。这其实是新加坡从治病转向制定医疗规则的战略升级，从医疗服务提供者走向医疗标准的制定者、培训体系的输出者，甚至区域医药供应链的管理者。换句话说，这不仅是建2个机构，而是在打造整个东南亚医疗未来的操作系统。今天我们就来拆解这背后的真实意义。它带来的效益不只是医疗，更是国家话语权、人才主导权和供应链掌控力。过去新加坡以高质量医疗闻名，但服务再好也只是医生。现在新加坡想当的是制定医学教材的人、发认证的人、培训东南亚医护的老师。全球综合医疗保健中心不仅做医疗研究、讲用，更负责制定跨国医疗模拟标准、培训体系、跨专业协作规范。全球药剂中心则连接国际药企大学和监管机构，研究药品安全、供应链管理与远程药学服务。这意味着以后东南亚国家在培养物理治疗师、营养师、语言治疗师、药剂师等医疗人才时，很可能要参照 Singapore Standard， 从服务输出升级为标准输出。这就是软实力的最高形态。而且谁制定规则，谁就拥有话语权和主导权。这也是新加坡真正想要的，不是书写式帮助，而是掌控医疗未来的标准与系统。我们都知道，医疗系统最大的瓶颈不是机器，不是医院，而是人。今天全球都在面对医护人才短缺、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爆发3重压力。新加坡没有等问题爆发，而是先开一条新路，培养能跨国协作的医疗人才，而不仅是为本地服务的医生护士。怎么做？第一，推出东南亚首个医疗模拟专业认证，让马来西亚、印尼甚至中东医学院都能来这儿学习，考试拿证。第二，联合柬埔寨伦敦大学、学院等机构进行远程药学课程跨国培训，让新加坡课堂直接覆盖全亚洲。第三，建立涵盖30多种辅助医疗职业的资料库，包括营养师、康复治疗师、语言治疗师，为各国医院提供标准化人才库。也就是说，新加坡正在把医疗教育从医院课堂扩展为全球课堂。医疗中心的建立不仅是科研和教学，更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。先看供应链，新加坡是资源有限的小国，显着药物 95% 以上依赖进口。因此，全球药剂中心要做的就是建立区域药品供应链管理体系，研究抗生素安全用药和库存策略，确保未来遇上疫情或地缘政治风险时，新加坡不会断药。再来看经济效益，医疗教育、国际认证、医疗旅游和跨境药学合作，本身就是高附加值的新产业链。更重要的是区域领导力。当新加坡制定医疗培训与药剂标准时，整个东南亚会以它为核心进行医疗合作。这就像樟宜机场之于航空、金融管理局之于资本市场一样，打造医疗枢纽国家。这一步棋不只是医院升级，而是国家整体软实力的增强。最后，让我们看看为什么新加坡必须现在就做。东南亚的人口结构正在快速变化，到2035年，这个区域将有 1.27 亿老人，到2050年，亚洲65岁以上人口将翻倍至13亿，而全球 75% 的死亡原因来自心血管、癌症、糖尿病等慢性病。如果没有跨国医疗合作、统一训练标准和稳定药品供应链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独自承受这波冲击。新加坡看得很清楚，要守住医疗安全，必须主动搭建区域平台，而不是等别人来主导。所以这2个全球中心的意义在于培养人才、建立标准、掌握供应链，同时也让世界在依赖新加坡的过程中
增强对它的信任与连接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这条视频，请为我们点赞、转发、分享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感谢观看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